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24号周三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还是缩量小涨，罗素领涨，连续2天的成交量都是非常的清淡，都在等着周五鲍威尔的讲话。目前市场资金对9月加息的预期走向呢，是一个鹰派的压注，大家认为9月会加息75个基点，今天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上升到 60.5%， 比昨天提升了 10%。另外，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边，今天是已经突破了 3.1%。但是与此同时，咱们能看到啊，包括像很多的科技成长股，还有科幻的成长股，大多在今天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说明了债券市场和股市正在做2手完全不同的准备。债券市场目前正在压住是一个长期的加息会持续，这个方向没有发生改变，但短期股市上大家正在犹豫，在犹豫什么呢？正在犹豫压住鲍威尔在周五的讲话偏鸽派会给股市带来提振，那么股市的资金并没有在这个关键位置继续的下杀撤出，而是在等待鲍威尔的讲话之后再去确定方向，所以现在大盘的位置仍旧保留着再次上行测试200均的希望。好，说一下我的大致思路。我的思路是，如果周五股市反弹上去了，到了上方前高以及上方的这个4400、4500这一线的压力，那么我这边还是会再次的利用短期的期权投机大盘做空。如果周五的时候破位下杀了4060，那么这个时候呢，去追空啊，性价比就会差很多。我不会选择去做空，也不会去选择追空大盘指数，同时也不会特别过分的去看空大盘，而是等待回调到位之后，之前持仓里边已经减过仓的，包括可能还没有减仓，正在等着建仓的，下方正股买入做多。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大致的思路啊。其实今天的这个盘后呢，我们知道有2家比较大的公司发布了财报，都是盘后下跌，一个是英伟达，一个是 CRM。 咱们稍后来讲一下他们的财报的详细情况，以及他们应该有的合理价位到底应该是多少。在讲财报之前，咱们先看一下基本面。昨天的时候我给大家展示过关于美国白宫的中期审查的一个预测啊，这个数据是美国白宫昨天发布的数据。今天的标普也更新了经济预测，但其中有几项，我这里标红的这几项，它和美国白宫的方向是相反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细节。首先，标普全球预计呢，全球的经济增长疲软，通胀会放缓。预计全球 GDP 的增速将从2021年的 5.8% 放缓至2022年的 2.7% 和2023年的 2.3%。一旦通胀回落，金融状况改善，2024年全球增长有望恢复到 3%。第二个是将2022年的亚太区实际的 GDP 增速从预期的 3.8% 调升至 4.2%。2023年进一步升至 4.5%。 那么2021年的时候增速比较快啊，当时是 6.2%， 所以标普全球这边依旧是看好整个亚太的经济的一个复苏状况要强于欧美啊，这是标普的一个看法。那么第3点是，他认为美国的 GDP 的增速预期将从2021年的 5.7% 放缓至2022年的 1.5%。2023年进一步放缓至 1%， 随后在2024年回升到 1.7%。 那么他对失业率的预计是这样，从7月份的 3.5% 会上升到2024年中期的 4.8%。标普的这个全球经济的预计和昨天美国白宫的中期预测，其中有2点最大的差别。一个是2024年的失业率，白宫认为只有 3.8%， 但标普认为有 4.8%， 这一个百分比的差距可不是小数。另一个是 GDP 的增速，
2023年白宫认为 GDP 的增速在2022年的基础上是加速的，它的增长会有 1.8% 之多，但标普却认为2023年 GDP 的增速会比2022年的增速有所放缓，只有 1%， 相当于是一个在走上坡预测，一个在走下坡的预测。这两项都是非常巨大的差异啊。其实对于经济来讲，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对于股市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白宫的预测，经济向好，增长加速，失业率稳定，那股市它自然会水涨船高嘛。但是按照标普的看法，明年的增速放缓，后年失业率会飙升到 4.8%， 那经济自然会疲软。股市如果不跌，能够小幅的上涨，那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所以呢，经济学家们的模型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也不同。咱们这些小散其实能做的只能是小心翼翼的慢慢跟随。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还是继续以连续披露的数据为指引。因为毕竟你让我现在去猜明年和后年的经济状况，或者让我现在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压住衰退或者增长，就是明年后年隔好几年的这种呢其实都是过于武断了，我也没这个能力也做不到。那么一句话就是，这个股市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咱们投资炒股呢，只能还是回归到最初自己设定的那个目标，慢慢的小胜去积累大胜。好，说完了基本面之后呢，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关于几家公司的财报，一个是 NVDA， 一个是 CRM。 今天的 NVDA 的这个财报之后下跌了 4.56%， 这个结果呢其实我们说它非常差吧，就是从股市下跌的角度它非常差，其实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你要说它的这个财报不差吧，其实财报本身挺难看的。按照道理来讲，这个跌幅有点太小了确实有点太小了。如果仅从它财报的字面的东西去理解没有任何隐藏信息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跌幅是远远不够的。总结一句话， NVDA 今天的财报确实还是爆了，但只能算是一个小爆好，我把它的情况还有相关数据列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再来慢慢来讲。首先 NVDA 的营收是67亿，报告显示它整个二季度的营收是 67.04 亿，与市场预期和 NVDA 之前发布的指引是一致的，与上年同期的 65.07 亿同比呢是增长了 3%， 但是与上个季度的 82.88 亿是环比下降了 19%。 它的净利润是 6.56 亿，与上年同期的 23.74 亿美金相比下降 72%， 与上个季度的 16.18 亿美金相比下降 59%。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51美分，不及市场预期的52美分。在最重要的4项主营的业务上，数据中心的营收是 38.1 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61%， 与上个财季相比增长 1%。 那么机动车相关的业务整个第二财季的营收是 2.2 亿，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5%， 与上个财季相比增长 59%。 这两项都是保持了良好的势头，但4项主营业务有2项还不错，但另外2项就比较拉胯了其中游戏业务的营收只有 20.4 亿，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3%， 与上个财季相比下降了 44%， 表现得非常的糟糕，是大衰退。专业可视化业务的第二财季的营收是 4.96 亿，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4%， 与上个财季相比下降 20%， 也是表现不佳。在整个的前瞻方面，英伟达的下个季度的前瞻给的是低于预期的，只有营收大概是59亿，远低于市场预期的69亿美金。这个就是上一次他在下调2季度前瞻指引的时候，我当时所担心的一件事情，他的3季度会不会继续的下调。结果呢，他呢还真的是把3季度也给往下调了10亿美金。他给的理由是宏观经济环境困难和需求迅速下降。在电话会议上，管理层表示英伟达的需求突然放缓。
一位高管说呢，本季度的价格和销售数量都出现了恶化，没有办法去量化加密货币挖矿需求下降的这个恶化程度。所以这是它整个价格或者说我们说财报给出来的一些核心的这个信息啊。那么今天这个财报出完之后呢，其实从全年来看，它比上一次我在给它评估的时候做了更进一步的下调啊，又往下调了大概2毛钱吧，至少它的 EPS 上。那么这种情况如果算下来哈，我这里还是给大家2套系统，上一套呢是比较高的啊，18到58倍的历史的它的一个波动，这个地方的中位是38倍，你要按照这个算呢，就是有这么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按照正常的增速去算，因为今年的增速是负 11%， 24年的增速呢是正的 30%， 所以你按照2年平均下来 10几来看，那么现在呢20到30倍肯定不算特别的这个低，对吧？给了它，但是呢你要说高不高呢，也可能涉嫌高一点啊，但它的这个长期的未来几年的增速呢，差不多能保持到10%几左右，问题也不大。所以呢20到30倍啊，暂且我算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那么它的估值按照今年去算也只有79到118，中位是25倍98块钱。然后呢2024年的1月是103到155，中位129到25倍啊，也是。所以这里边大家一看说啊，那这个离现在的市价离得还非常非常的远啊。如果你去考虑2年啊，基于现在已经马上接到9月份了，离今年的1月份其实还差了这个几个月啊，不到半年的时间。那么市场呢提前6个月去交易，你可以考虑明年的交易价格啊，明年下个财年毕竟是热门股票嘛，我们说热门股票通常往前走的比较快，对吧？你要是普通的这个传统价值股走得非常慢，它那个估值啊，你用追踪估值慢慢的追，每个季度去追你都来得及，那你可能都不需要提前太长时间去做准备。那像它呢，我们暂且提前1年去做准备，综合来考虑，现在2023年1月份之前安全且合理的位置应该是在150块钱下方。今天的盘后跌了4个多点，跌到了164块钱，仍旧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啊，也不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我这基于23年1月前。那么如果在23年1月后到24年的1月这一段时间，可接受的范围是150块到196块，那个时候可接受啊。如果你说你要拿着现在的价格去走到24年1月啊，还有这个1年多的时间，可不可以啊？只要你认为时间划得来，没问题，你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前提是你还要承担这个时间的风险，以及在这10几个月里边还有没有可能它的业绩继续去大幅下调的风险，这个就没人说得准了。所以呢，对我来讲，我宁愿去等一个150以下，也不会提前先进去，然后买提前1年的价格，然后呢去拿上1年多，没有那个必要啊。现金呢放在手里边，它又不会被虫子吃了，对吧？所以呢你放在这也没关系啊，或者拿去做点别的，这个做这种套利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说这个价格，那现在还有的跌呀？其实跌不跌呢，我真是不知道啊。但是呢，今天盘后的这个位置，它肯定是跌破168之后啊，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小的支撑，是一个破位的，跳空下去了。那么它就有可能，第一个首先是152到160嘛，然后强支撑要去到120到144了。这个地方我把我的加仓计划重新做了安排。目前我的持仓成本 2%， 负 112.5 的持仓成本，全部都是利润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本金。然后计划的加仓 5% 是在120到142，也就是刚才说的150块钱下方，我可以接受啊，我可以去买。如果它特别不济，后边还会继续往下掉，那么掉到89到103啊，我会再去买一个 4%。那么总的仓位你要现在算起来，我预计分配给它的已经有 3% 的情况下，再加 5%、8% 了，到 4% 再加上，那就有 12% 的仓位了。这个仓位从单只股票上已经不算很低了啊，所以呢，我已经给了它极大的一个这个资源的分配了。但是呢，现在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到，或者有没有机会到这些地方，我真是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到不了，我可以不买，对不对？我可以不买，它往上涨，我可以继续再去卖啊。之前反正180多块钱卖过不少了，后面如果再涨回去，继续卖，但底仓还是要留着的啊。目前毕竟你不能全给卖光了。那就这个就没法底仓没法弄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要长线看好一只股票，底仓做低的意义其实是需要长期持有的啊，包括对于税务也更有利，包括对于你的这个持仓的信心，
上呢也不会受到那么多的这个股价波动的影响。好，这个呢就是英伟达，我相信呢我今天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啊。好，然后我多加一句，很多朋友会说，那我能不能做空？那是你自己的这个思考方式问题啊。我只是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才做多才买，但是我不做空它，好吧？我不做空它，我看空，但是我没有做空它。看空我可以等待倒下去再买，不代表我要去做空它，因为热度很高的股票，它上下来回拉扯这种波段，这种来回的波动，你是完全不可控的啊。所以呢，至于是否能做空它，大家自行考量。好，关于这个 AMD 这个没有财报啊，不好意思啊。CRM 的情况呢，我会把它的财报列到这里。今天的 CRM 的情况呢，其实它是跌的比这个 NVDA 要多，但它实际上它的财报的情况啊，是比这个NVDA 要好一些的啊。在这个 CRM 的营收呢是 77.2 亿，同比增长 22%。经过汇率调整后的这个增长呢是同比增长 26%。略高于公司指引的 76.9 亿到77亿的一个范围，每股的收益是 1.19， 高于每股 1.01 至 1.02 美金的目标范围。那么在他还宣布了一个，就是他23年以来第一次宣布股票回购啊，准备了一个100亿美金的股票回购计划，意味着公司可能已经觉得啊，要到了 EPS 不够，要回购来凑的地步了，也有可能意味着未来会继续的去下调前瞻。那么在前瞻预计上，那下个季度预计营收是 78.2 亿到 78.3 亿，低于市场预期的 80.7 亿。那么每股收益是 1.2 到 1.21， 低于市场预期的 1.29， 但低的都不是特别多啊，就是稍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于2023年1月的财年，预计营收是309亿到310亿，增长 17%， 但是低于他最初指引给的317亿到318亿。他下调前瞻的最主要原因2点，第一点是汇率，外汇的这个汇率，美元强势的逆风，还有呢是客户购买付款模式的变化，销售周期变长了，但不是需求的问题啊。他自己的高管说不是需求的问题，只是大家付款方式变得不一样了，周期变得更长了。好，这个呢就是 CRM 的一个情况，它的估值在这儿，我按照25倍到35倍给它做了一个调整，那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很显然，如果是23年1月之前，它的价格也是明显的要偏高一些的，这个价格也明显不是很合适啊。盘后尽管下跌，也仅仅是跌到了23年1月的前瞻估值的上限位置。好，那么它下方的几个支撑，我给大家简单的给一下啊，146到163，然后是104到138，这两个地方大家自行去考量，它也是属于接近估值下限或低于估值下限的这个合理的加上强支撑的位置。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2只财报。另外呢，特斯拉是已经今天盘后要拆股，明天呢会以这个全新的价格来交易，明天呢就会看到这个200多块钱的特斯拉，对吧？我们说那个时候的特斯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呢参与它期权上的一个搏杀，因为那个时候的价格就会变得更加的低一些，门槛呢就稍微的低一些啊。期权的操作上可能未来它的波动性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大一些了，咱们拭目以待吧。到了明天我再去给大家更新一下特斯拉的拆股后的我的一些这个点位啊，包括这个计划问题啊。今天呢就暂时先不更新了。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